宇轩，这一次台积电在晶片关税等于是豁免之后，它要独霸全世界，因为什么？独霸美国。那我觉得奇怪，你美国不是还有 Intel 吗？人去哪了？哎，照啊，现在 Intel 我们讲哦，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，传只有雨打的风，衰到不行。为什么衰到不行？对，因为它原本3月的时候呢，是原本季星期呢被大家骂翻了，或是叫我之前还在那边呛东呛西呛台积电，对不对？就后来被换掉了嘛，没想到换来一个陈立武，就这个陈立武本来想说哇，变成是他们的整个救星，很有可能让整个 Intel 翻转，从3月一路到现在，结果呢竟然被盯上，为什么？它跟中国有关系？真的假的？美国这地雷耶！美国议员啊，科顿，共和党的哦，我再讲一次，共和党的科顿，他直接跟他讲说，这个陈立武怪怪的呢。他说为什么他怪怪呢？因为他以前任职一家公司叫 Cadence， 那这个 Cadence 呢做一些软体设计跟晶片生产工具有关的公司，结果没想到他们细查之后发现呢，其中 Cadence 的第一个竟然呢投资了高达$2亿给谁？给中国的公司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他说这个家伙抓到了，有问题。而且你看哦 ，Intel 在拜登时期的一个安全保留区计划，要求确保国防为电子产品的安全供应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 Intel 今天跟我们美国政府合作可以，但合作的一个前提是，因为你跟我们国防、跟我们的军工跟相关产业，我们是看在你是美国公司上，你不会有所谓的国安的问题或泄露的疑虑。结果说你现在被发现说找了这个陈立武，以前呢跟中国金骂，甚至有投资的关系，那我变成是我跟你 Intel 完全没有任何情分可言啊！为什么今天我一定要找美国本土？为什么我一定要来进来美国设厂？就是为了国安因素啊！结果你这个美国本土的厂商，我要去扶持你，结果你跟中国过去你现在这个执行长又眉来眼去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是有实力的哦，因为我们讲的哦，这 Cadence 曾经在晶片设计的产品。给涉及模拟核爆的中国军事大学，而且他同意认罪。对，换言之，他过去任职这家公司，那他有没有提供晶片给中国？有。那有没有认罪？有。所以后来罚了1.4亿美元。而且这是陈立武执掌易华的时候，表示你全盘知情。对啊，就是他一定有做决策嘛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 Colton 才会跟他讲说陈立武的种种关系哦，让人家质疑哦 ，Intel 是不是有办法履行对国安秘密保守相关的义务？而且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说屋漏偏逢？这个只是他国安的风暴跟疑虑而已。紧接而来，他自己18A 的这个新的处理器，被人家讲说可能良率哦只有10%而已，而且呢，这什么数字？它的良率只有10%。那这样谁要买啊？而且它很多都是拿来用干嘛？它是用在自己的电脑上，那变成是用在自己电脑上也不能用。所以你如果去问的话，他们会讲说，哦 ，Intel 很多东西其实还是给人家去代工，你知道吗？就他自己根本没有这个生产跟制造的能力。而且他们讲说，如果你用它的伺服器跟处理器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瑕疵比平常多3倍。所以你想想看哦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如果让这个 Panther Lake 继续生产，甚至是第4季上市，光这个良率哦 ，Intel 赔都不够赔。所以他只能放弃这个计划嘛，等于就是说，好，原本 Intel 呢，它的良率可能不足，那你可以去期待说，靠我们讲的台积电或谁去救、去提升。但当你要去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它跟中国又有关系，啊，跟中国有关系又不能碰，所以它就变成一滩死水，烂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最新的惠誉的一个平等里面，它是叫做 BBB 级，那知道它是从 BBB Plus 变成 BBB。我们都知道哦，它是比垃圾级高出2级而已。对，就是它基本上 BBB 这能看是 Intel 就它的信用平等基本上已经我们讲的没什么好说的啦，就已经荡到谷底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想想看哦，惠誉他还认为说，还有几个东西来自还有什么挑战日益严峻，因为他的对手有恩智浦。有这个 Broadcom， 哇 ，Broadcom 也是用台积电代工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有 AMD 也是台积电代工嘛，所以他说对他来讲，对他的信用平等哦，就非常惨淡。哦，难以去相信这家公司，而且未来12月到14个月呢，去依赖终端市场回温，产品呢，我们讲顺利突出，而且呢，我们讲它的净负债可以减少，才可以回到之前的平等。但你想想看，它现在是不是还聚焦在它的18A， 然后努力的每天跟大家讲说，我 Intel 做出什么来，做出什么来，其实它是在干嘛？它是想要找客户啊，因为你如果没有客户跟 Intel 去下订单，甚至连美国公司现在对你都不够信任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弄？最后一句，朽木不可雕也。干脆放水流哦，让你成为了我们讲的溪流中的浮木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